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。2名男子出海捕鱼时遇到风暴来袭，船的发动机和他们的通信设备都惨遭破坏。2人在海上艰苦生存，漂流1年多，后来只有1人获救，但活下来的人被起诉说他吃掉了同伴。事情发生在2012年11月17日，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渔村，一名36岁且经验丰富的渔民何塞，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出海捕鱼。这次他的老搭档因突然有急事不能出海，他只好在现场雇了一位毫无经验的科尔多瓦当临时助手。他们知道附近有风暴即将来临，但这些地区的渔民出一次海的收入能支撑他们1周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不想放弃出海机会。何塞决定尽量在风暴来临前速去速回。2人在凌晨1点驾驶着一艘简陋的7米长渔船出发，最终停留在距离海岸120公里远的地方作业。忙活半天后，储存柜里的鱼装得满满当当。这时何塞注意到风暴开始低近，从远处看风暴并不严重，于是他们继续处理捕捞上来的鱼。但此时海面突然刮起飓风，凶猛的海浪让2人无法站直身子。何塞一只手扶着船体，另一只手赶紧驾驶船往海岸方向前行。雨越下越大，前方能见度逐渐变低，直至完全分不清方向。何塞赶紧掏出导航定位，3-4个小时后，他们距离海岸线仅有20-30公里。这里雨小了许多，隐隐约约能看到地平线上的山脉。但现在遇到了另一个难题，因为巨浪拍打导致船体进水严重，再这样下去，极有可能连人带船沉入海底。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他们将船停下来，再把全部捕获的鱼都扔回海里。现在先保住性命再说，就当白干1天了。最后用水桶把水拖出去，一番折腾后，船保住了。但不幸的是，发动机失去了动力。何塞多次尝试重启发动机，却无济于事。眼看自救无望，只好用无线电呼叫救援，但定位设备已经进水泡坏，何塞无法汇报自己的准确位置，只能原地等待海上搜救队。然而救援队在暴风雨时期寻找一艘7米长的小船，如同大海捞针。2人互相看着对方不知所措。更悲剧的是，此时又下起了暴雨，远处的海岸线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，他们再次在巨浪中失去方向感。科多巴被这无助的场面吓失了魂，双手紧紧抓住船体，边哭边吐，还不忘祈祷平安。不知过了多久后，何塞想再次用无线电联系救援，可惜命运动人，无线电设备也失去了反应，这样原本淡定的何塞也逐渐变得慌张起来。2人就这样任由船漂泊。这几天2人提心吊胆，不敢睡觉，生怕在睡梦中被海浪拍到海里，钻不暖也吃不好。直到第5天，海面完全平静下来。此时他们已吃完船上所有食物，周围除了广阔的海洋什么也没有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方向，船上只剩下2个水桶、1捆鱼线、1把匕首，还有一个冷藏柜。其余东西该扔的扔，不该扔的也被冲到了海里。稳定下来后，2人尝试维修发动机，可由于没有工具和技术有限，最后不得不放弃。饥饿之下，只好先解决食物和淡水问题。何塞从发动机上拆一根铁丝，把它压弯做成简易鱼钩。他们钓上来的鱼只能生吃，没吃完的切成条晒干做成鱼干储存，以防特殊情况抓不到鱼时没有食物。前几天暴风雨时，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般模样，所以当时没考虑收集淡水。这几天已经把船上残留的雨水喝完了，烈日炎炎，一滴淡水也没有。2人轮流躲在储存柜中躲避太阳直射，但干热的空气仍不断蒸发着身体水分。此刻的他们只希望能快点下雨，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只好用捡到的塑料瓶装自己的尿喝。漂流的第10天，有一只海龟游到船边，被2人抓到船上取其血液饮用。乌龟肉还可以充饥，每当看到有垃圾飘来，他们都会捞上来拆开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运气好会遇到变味的面包、牛奶以及胡萝卜。在极端环境下，这些就是他们的大餐。漂流大约半个月后，迎来暴风雨后的第1场雨，他们兴奋地伸展双臂，大声呐喊，然后张着大嘴对着天空接水喝。反应过来后，才赶紧摆好所有容器接雨水储存备用。这一天，他们不但吃饱喝足，还在倾盆大雨下洗了个舒服的淡水澡。漂流期间，2人遇到过2次大型货船，但因距离太远且没有明显的求救信号，仅靠挥舞手臂和大声喊叫完全无济于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货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3个多月后，日夜难眠的科多巴瓦因不能适应极端环境和长时间吃生食，已经虚弱的趴在船板上多天无法行动。
动。几天后，科多巴瓦最终失去生命。同伴的去世对何塞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原本他们可以通过彼此交谈缓解寂寞与绝望。这段时间里，何塞总是对着去世的科多巴瓦说话，仿佛他还活着一样，甚至将遗体保留在船上6天，直到担心他开始腐烂，才把科多巴瓦的衣服脱下后将其扔进海中。何塞自己在海上也有遇到经过的船只，却还是未被发现。时间来到2014年1月29日，这一天他睡醒发现远处有一座岛屿。何塞焦急地再三确认这不是幻觉，兴奋到想游泳过去上岛，但又担心体力不支溺亡，于是从船上拿出一根之前捡来的细长木板，往岛屿方向划，生怕又被洋流带跑偏了。他就这样持续划了几个小时，直到晚上才接近沙滩。当时船还没来得及靠岸，他便迫不及待跳进海里游了过去。最终他在1月30日被一对夫妇发现。等何塞回到家乡后，他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，出版成书。但何塞被科多巴瓦的家人起诉，要求赔偿100万美元。他家人怀疑何塞在海上缺乏食物时吃掉了同伴，所以何塞才能存活下来。他们还认为何塞通过出版书籍获得了一定收入，这种收益应该包括对科多巴瓦死亡的补偿，因为两人在漂流中曾是一同面对困境的伙伴。不过他们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